各位，好良言难勸，该死的鬼啊！大家都知道啊，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的病症，那就是特別的固執。這個馬英九啊，我是第一個在網上說馬英九可能會因為基金會這個風波把自己給弄到監獄裡邊去的，對不對？你看現在台灣的媒體都說了，馬英九啊，這個現金的照片一放出來，那這個馬英九那可離着監獄的門可就越來越近了呀。馬英九堪稱是手握金小刀給自己在掘墓啊。你瞧瞧金小刀這個名字，對馬英九來講他就不吉利，是吧？今天傳來的最新的消息是，馬英九果然是一條路走到黑呀，不撞南牆他不回頭，不進監獄不罷休啊。他直接在台灣正式提告了蕭旭岑，這麼一來的話啊，就直接把這個司法權交到了他的對手民進黨的手裡邊去了啊。我不是以前說過，有人說馬英九就是美國的間諜，他就是要壞國民黨，就是要壞鄭麗文，就是不能讓這個國民黨和大陸產生這種過多的交流啊。現在呢，他作為一個這個應該是作為一個走狗啊，他現在又該出來咬人了。他不是痴呆，他是奉命出來咬。當然了，這都是各種各樣的說法啊。但是馬英九此舉確實是金小刀給他在做完美的掘墓。我覺得非常的遺憾哦。主管機關新北市要求馬英九基金會應該召開董事會釐清。那我不知道今天的提告是代表董事會還是代表個人，所以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但我要講的是說，我這一生清清白白、坦坦蕩蕩，我沒有拿任何一分不應該拿的錢。那今天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我會勇敢面對，而且我對得起馬英九，所以我認為啊，這樣的一些動作跟指控，如果只是為了要傷害我或傷害到國民黨，我覺得大家都看在眼裡。那既然要進入的這個一個階段，當然我們要了解他的這個本身的一些程序跟合法性，但是我想清者自清，我就讓這個來還我清白跟公道。另外，怎麼看陸委會在昨天開記者會的時候表示說，這個韓英煥所在的這個台企聯，它有正目的團體？我想任何一位台商在大陸打拼奮鬥，不應該被污名化。那不管是韓英煥會長，或是任何一位在大陸奮鬥的這些台商朋友，他們都有他們的權益，而且做人本來就可以在這個不管是支持政黨或者是支持任何人，所以我不希望這種污名化或者是用這種標籤化的方式哦，讓我們在大陸不管是台商或者是在大陸工作的這些台灣民眾被蒙上一層陰影，我覺得這不利於兩岸關係。我也希望陸委會用詞能夠更加謹慎。黨內當初就認為說拍下這張合照是讓陸委會或是綠營有機會來扣紅帽。那當初拍合照是要向特定的人來交代嗎？說實話我不清楚，因為這個是當時不知道是韓會長還是他的同行的友人說要拍照。那因為我們是被捐助的一方嘛，我剛剛也在廣播說過了，我們任何基金會的同事受理任何民眾的捐款，那民眾如果說我們要合影，要這個照相，我們都是坦坦蕩蕩，因為這個是一個我們感謝他也好，或者是一個尊重他的做法也好。我個人我記得當時我是這同意，因為這個是對方提出的要求，對。那另開是有一些委員建議您就是先向这個鄭麗文主席請假，您有考慮請假嗎？我剛剛有強調，如果有任何不法，我願意辭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
那至於現階段，我會向鄭麗文主席報告，那看在之後我再對外說明。受到捐助這個不入賬是只要匿名不入賬嗎？還是當初不入賬是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就是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同事堅持，馬英九基金會捐給馬英九基金會一定要合法入賬，要開收據。那有部分的人是不願意曝光，不願意被這個民進黨政府知道，那後來說是要支持馬英九個人，這個部分當然就跟基金會無關，這是屬於對馬英九個人的一個饋贈。所以會不會覺得他們對你提告就是刻意要來逼你辭職這樣的一個手段？我不願意做这個揣想，但是我說了，我剛好看看那張照片之後，我就知道真相不重要，他那張照片出來就是要有一些毀滅性的这些意涵，真相是什麼不重要，否則為什麼那張照片不願意提供給3人小組？我覺得這已經是真相大白了。因為他們法是到向檢方來提起遞訴訟，然後提訴訟，那會不會擔心說這可能是最不想要看到的一個狀況？我想他們應該有他們的目的。那既然已經做了，我們就是面對啊，而且我相信社會自有公平。副主席刚刚有提到这个捐款部分是不想要公開，但好像有公布說馬英九基金會如果不想公開捐贈人的話，有這個未公開姓名的方式。對，但是用無名氏的，我們同事在存款的時候仍然是要注明是誰捐款，因為我們要開收據，所以就是捐助者他會擔心這個資料會被當局所知道。想問王公子執行長去大陸13次，然後帶隊去，這個是有跟馬寶貝嗎？因為說馬去了1次，而且都不知道，然後有叫王執行長回來，然後他還不回來，有這件事嗎？那他還說這個後來有跟那你們每一次到這個大陸來交流，是不是都有跟寶貝或是交代的嗎？有關於王光子執行長的部分，他個人有向調查小組做出說明，我相信都有資料。那據我的了解，他都有向報告。秘書長他昨天有說到，這個王光慈前執行長在辦公室磕頭，他的推斷是可能為了要從馬辦轉到基金會來任職。你認為這是一個？對嗎？跟王光慈執行長這個事情，我實在是不便去評論。但是你剛剛提的事情，我認為是不是事實？這個有誰會為了什麼轉到其他單位去下跪呢？這當然是有一些原因的，但我也不便在這邊多說了。到目前為止，有馬家人來跟您做聯絡嗎？我一直有跟馬家人保持聯繫啊，他們馬大姐公開說明說感謝常年追隨馬部屬，我相信馬家人對我們的付出也都看在眼裡。因為金溥聰他昨天說他是最挺你的，然後一路上也都幫你找工作，然後他說你是讓他政治對於金秘書長還會有一些情分這樣。我說過了，他是老長官哦。但是有一些不符事實，而且有一些是讓我覺得是有特定目的的時候，我也沒有辦法客氣，我會有相關的行動來捍衛我自己的權益。我看一下有沒有公司跟車子，哎，你說。因為有人說你把那個馬大姐的簡訊內容傳給那個德維哥，當然不是事實。那這部分你會採取法律的行動？朱凱翔他已經有做修正了啊，那變成言論自由的部分，我沒有我可能就不會提出告訴。但如果還有人在傳播或者是捏造說我這個寫信是我傳的，我一定會採取法律動作。對。所以馬以南馬大姐是平常跟你們有保持聯絡，然後可能請求你們的幫忙，就是馬。你是說過去在馬基金會的時候？就是在這段時間，您是剛剛有說到跟馬家人有保持聯絡。對，我只能講到這邊，就是我們跟馬家人都有保持聯繫。對，好不好？還有嗎？我已經具狀，直接到士林地檢署提出一檢方的方式提出告訴。那接下來，我本來是大家期待說，如果到基金會裡頭，就是包括三方嘛，大家把調查小組報告攤開來，一起把內容看清楚，釐清當中互有疑慮的部分，現在已經沒有空間了。現在已經到地檢署去提告，那麼檢方當然就可以發動他自己的偵查程序。這個事已至此，當然也有像謝龍介，他昨天在節目上講，謝龍介說，甚至要呼籲你
希望是不是你能夠請假去把賬目釐清等等的哦，避免感覺整個國民黨完蛋啊，一起的概念的這種說法。我相信你此刻的壓力很大，因為包括你家裡的房子啊都被拿來做了很多的新聞，所以光是以這個馬辦已經正式提出告訴，這條路回不去了啦。我剛剛看了，反正既然進入，但是當然我是覺得很奇怪，就是馬英九基金會是董事會是最高的。除非以他自己個人的名義，那我不知道他是用馬英九基金會還是他個人。那當然，我這個因為目前資訊不夠嘛，哈，我也沒有辦法去做理解。我只能就是再度重申，主管機關蠻清北市要求董事會來釐清的。那現在提出告訴的是什麼？提出告訴我並不了解，所以可能要給我一點時間去了解這個資訊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遺憾，就是這件事情如果要走到對簿公堂，我認為傷害最重的一定是馬英九，所以但是當然這個事情已經發生到這個程度，我也不再多言。反正事關我個人的清白，以及這個整個對我家人也好，或者是對我這個我的這個親朋好友也好，對我這個人，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這個打擊，所以我會這個堅強的去面對，我也會坦蕩蕩的去相關方面說明，但是我只是覺得說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悲劇啊，我只能說是一個悲劇。對，現在我覺得家人的部分，如果馬以南女士要回台灣來做，包括剛剛的這些內容，我們討論很多的作證，還有一個關鍵。高華柱以及周美青女士，對，這個其實真的只能這樣了，因為否則這種各說各話，大家也都同樣的覺得沒有辦法了。對，只有到很清楚，到各自釐清攤開來看。對，那在檢方的時候，不要忘記是偵查不會公開的，偵查是選擇性的公開。你可以想象未來的劇本會多麼的精彩。我不知道檢方到時候會怎麼偵辦啊，這個進度會怎麼樣？因為只有到了院方才有機會雙方並陳在公開審理的時候被發現，所以現在這個血已經確定。就是一定要血流成河到底了，所以我先前記得嗎？我在訪問包括李德維的時候，我說最壞的時候還沒有來，現在果然成真啊！接下來就是準備法院攻防，那當然周美青女士到時候應該也不得不，就算她生性再低調，也得出來了。我必須要講，就是說這件事情本身當然牽涉到許多的這個面向，那。現在的在台北地方法院輔助宣告，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面向。但我還是覺得，不管無論如何，回歸到我在這件事情最初的一個堅持跟原則，就是我們還是要希望能夠把握到馬英九。所以這件事情無論怎麼發展，我希望對馬英九未來的一個整體上，不管是對這件事情本身，希望他不要再受到這個刺激哦。另外一方面就是未來他的照護什麼等等，我覺得是我們現在比較關心的，所以我覺得既然這件事情已經要進入訴訟，當然我還是在有疑問啊，因為馬英九基金會的董事會如果還沒有決議的話，那這個要怎麼爆發還是他用自訴，我並不清楚。但是目前本身既然如此，我們就正面以對。告訴狀，對，他現在的聲明稿、新聞稿裡面，媒體朋友提供給我的是告訴，然後要求對於整個內容要求這個，因為基金會現階段不便對外什麼細節多做說明了。對啊。那其實現在未來剛剛已經講了，好，到時候偵查過程就是由檢方來選擇他要公布哪些內容跟說明了。那雙方兩造之間本來是同一個陣營的，現在就是被迫撕裂到底，然後檢方來決定我要怎麼偵辦，怎麼來公布，偵查多久，臨時多久啊，就是這樣了。我覺得反正這件事情也許對媒體來講至少可以部分的塵埃落定的哈。當然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他們的提告是什麼樣的一個這個部分呢？這個部分也許要等到進入了程序之後，我們律師或什麼會來這個因應。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到現在為止，我必須來講，真的是已經進入一個悲劇哦。這件事情傷害最深的是馬英九，那這件事情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呢？反正有心人士要造成這樣的結果，不惜以馬英九為犧牲哦。明明知道這個他的狀況是如何，明明知道他個人的不管是判斷力或者是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也許不同以往了，可是還是要讓他持續的提着刀往前衝。我覺得這是非常不道德，而且也對馬個人的一個整體的一些定位也好，其實都是有傷害的。现在只能这样了啦。对，现在就到检署開始，只有一關一關要去釐清，所以就去自證清白的人，要自證清白的人，要提出證據的人，要討回他清廉的要求的人，那就必須提告的人必須要提出這個證據，對，而且來告訴錢哪裡進了你們的口袋的證據。然後跟資料，其實證據我相信先前在記者會上已經公布了，幾乎蠻完整的。而且如果馬英九基金會是他現在主事者，連自己董事會的調查小組的報告都不信任，連自己董事會的這些程序都不願意走，我個人是真的高度的保留，高度的懷疑。好吧，這件事情既然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我本來其實以副主席的身份，有好多國民黨的這個最近的大事都可以關心一下。那像這個謝龍介他所提出來呼籲，我相信他是基於擔心整個選情會被擴散啊、影響啦。我相信您自己也不願意這樣，但這個事情的確是一發不可收拾。他的請假建議，您覺得合理嗎？我問心無愧，我謹守本分啊。那我是如果我有任何的不法，我當然願意辭去國民黨副主席啊。但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在程序上在意，我個人覺得還需要釐清。對，好，我懂了。現在進入程序，我相信相關的人，他的講話就會嚴謹一些，然後也就法清了嘛，哈。那既然如此的話，至少這個在媒體上，我們暫時就以其他人的方式來討論了。那沒有辦法，這個事情決定。那在今天的整個事實走到了今天，我們也只能祝福了。對，謝謝。祝福相關的人。那麼大家，那麼無論如何，就祝福這個事實能趕快釐清。我坦坦蕩蕩，清者自清。我經得起檢驗。好，謝謝。你看，朋友們，你要是去看看我最開始的時候評論這個基金會風波的時候，我當時就做出了斷言，無論蕭旭岑清白不清白，他這個國民黨主席他一定會辭職的，他也當不下去了。馬英九和金小刀客觀上起到了拆國民黨的台、壞國民黨的事兒，阻礙兩岸進行和平統一的這種努力的一個客觀的結果。所以說他是美國的走狗這個事兒並非是空穴來風吧。當然了，大家都希望他真的是老年痴呆了啊。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